恋爱5周年那晚，我的第5次告白，吉叔给了一通电话，电话那头不是别人，是周明凯，一个他永远放不下，我永远赢不了的名字。林雅慧匆匆离去，那句他性格脆弱，若当众难堪，定会走不出来，一如既往。而我似乎天生就该立于灯火中央，撑起一尊体面的背影，直到看见周明凯那条不被爱的才是多余者的动态，心中那根绷了5年的线悄然断裂，没有愤怒，只有彻骨的倦怠。我轻轻点了个赞，向系统递交了脱离申请。他离开后，我默默遣散人群，收拾好满地残局，反正这世间已无牵念，来客皆是他的旧时，沦为笑谈的终归只会是他。当他捧着蛋糕折返时，我正与系统确认归去的行程，他小心翼翼窥探我的神情，递上甜品。情况突然，我没办法，但我保证绝无下次。我明白他怕他想不开，却从不担心我已成笑料。5年打拼，车房聚齐，距婚姻殿堂不过一步之遥，他却一次次为他回头，把我推成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只因那3年的追随，成了他心头的亏欠。从他偶然伸手到他风雨不改的纠缠，他的态度从冷淡转为柔软，嘴角那抹弧度早已替他浇了底。蛋糕递到嘴边，他轻声哄问：“还生气吗？”我咽下满口甜腻，平静地说：“没有。”他一愣，话堵在喉咙里。此刻我只想和系统商量，把那30天的等待期再缩短些，一刻都不想多留。我想回去，想念巷口那碗滚烫的麻辣烫。我是许慈年，一个攻略者。初见林雅慧时，她是人群里发光的那个。作为卢氏理科状元考入安大，才貌双全，耀眼的让人睁不开眼。当系统告诉我她是我的攻略目标时，我觉得这任务像徒手摘星，渺茫的可笑。但想到成功就能健康的回去，我还是拼尽了全力。系统给我的身份是他同届不同系的同学，为了靠近他，我加入了他所在的街舞社，还在校外报了班加练。每次社团活动我都雷打不动的到场，只求能在他的视线里多停留一瞬。连社长都夸我进步飞快，可林雅慧的目光从未为我停下过。后来听说他所在的医学系有下乡义诊，我立刻报了名当志愿者跟过去。一次他和同学需要去山顶给一位老婆婆看诊，半路上他脚底一滑，整个人朝山崖那边栽去。站在他身边的我本能的猛扑过去抓住他，2个人一起坠了下去。一起翻滚下山坡时，眼看一块坚石朝他头顶砸下来，小心！我猛地把他护在身后，石头重重砸在我肚子上。剧痛袭来的那一刻，我想最坏不过回到原来的世界当个植物人，能换他一条命。值了！林雅慧颤抖着搂着我等救援。你傻吗？连命都不要了？我强撑着调侃，谁让我对你一见钟情呢？他没接话，只让我坚持住。住院那些天，他寸步不离地照顾我，直到我痊愈。之后的3年，我们以朋友的身份相处，直到大4那年出了变故，他家突然遭遇巨变，父母双双离世，公司岌岌可危。为了接手家业，他准备放弃学医。我在他办退学手续时拦住了他。现在放弃，后悔吗？后悔又能怎样？他苦笑，我不能让爸妈的心血白费，信我吗？放弃，后悔吗？后悔又能怎样？他苦笑，我不能让爸妈的心血白费，信我吗？我看进他的眼底，公司交给我，你去做医生，我学管理的，正好拿来练手。他愣了片刻，忽然用力抱住了我，泪水阴湿了我的肩膀。后来的日子，我一边读书一边替他管着公司。也许是系统的漏洞，我对管理游刃有余，他对我的称呼也从许慈年变成了慈年，再到年年。他拿到职业资格证那天，系统弹出提示，爱意值已达100，是否脱离？我犹豫了。这场攻略里，我已经真心爱上了他。正彷徨之际，林雅慧站在漫天烟火之下望向我，她黑色的眼眸里盛满了烟花的碎光，那爱意浓烈的几乎要溢出来。年年，她的声音轻柔而坚定，我们相守，一生一世都相守，可以吗？那一刹，我灵魂深处那枚沉睡已久的星火瞬间燎原，朝着名为林雅慧的暖阳肆意燃烧。什么使命，什么规则，都被我弃如敝履。我决定为他停住，停在这个有他呼吸的世界，编织着属于我们的明天。可我从未料到，后来的剧情会彻底失控。我耗费整整3天心血，用相片串联起我们从初遇到如今的每一帧画面。当我单膝着地，话还没说出口，周明凯却像一场失控的飓风席卷而来，猛地将整面照片墙扫落在地，碎玻璃的脆响扎得人心头发颤。我气红了眼，可还没等我发出质问，他却抢先一步湿了眼眶，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转身逃走。林雅慧望了我一眼，那目光里没有对我心血的半点怜惜，只有责怪。他心情不好，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？然后他便追着那道背影消失在夜色里。第2次，我选在我们初遇的那一天，周明凯恰好醉得人事不省，跌跌撞撞地栽进他的怀里，像个孩子般放声大哭。跌跌撞撞地栽进他的怀里，像个孩子般放声大哭，哭诉没有他的世界多么荒凉。林雅慧轻拍他的背，柔声安抚，最后亲自将他送回了家，留下我和一桌渐渐凉透的饭菜。第3次、第4次，他总有办法，用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，一通深夜带着哭腔的电话，或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状态，精准地将他从我们最重要的时刻夺走。我的求婚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落幕的荒唐的笑话。直到第5次，在我准备再次鼓足勇气的那个夜晚，周明凯抢先了一步，他手里攥着一枚看得出是亲手打磨却略显笨拙的戒指，直直地跪在了林雅慧面前。他的声音颤抖，带着孤注一掷的哽咽：“林雅慧，我跟在你身后4年了，每一次告白都被你拒绝，今天是最后一次了，如果还是不行，我就永远消失。”林雅慧的目光在我和周明凯之间摇摆，那短暂的犹豫里，挣扎与愧疚一闪而过。年年，对不起。
他的声音低得像一句叹息，解释却熟练的刺痛人心。明凯他太死心眼了，在这么多人面前被拒绝，我怕他做傻事，就这一次，让我陪他任性玩这最后一次，好吗？话音未落，他已经转身，紧紧拉起了周明凯的手，两人奔跑离去的背影，沐浴在餐厅暖黄的光晕里，竟真有几分他最爱的老旧偶像剧的浪漫桥段。这一次，我没有动，我只是站在原地，异常平静地看着那幅画面，直到他消失在转角，没有质问，没有追索，甚至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。我走回桌边，拿起他刚才用过的叉子，自顾自地切下一块蛋糕，送进嘴里，甜腻的奶油此刻尝起来，只有一种空洞的滋味。他似乎感觉到了异样，脚步微顿，回头望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有清晰的诧异。他刚才用过的叉子，自顾自地切下一块蛋糕，送进嘴里，甜腻的奶油此刻尝起来，只有一种空洞的滋味。他似乎感觉到了异样，脚步微顿，回头望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有清晰的诧异，大概是不相信我这次竟没有如往常般失落。追问，或是需要他耗费耐心来安抚。是啊，从前4次，每一次意外之后，我都会陷入漫长的低潮。起初，他还会搂着我，温言软语的道歉，说谢，我最爱的是你之类的情话。后来，他的耐心被磨薄了，会蹙起眉，用一种混合着疲惫与不解的语气说：“许慈年，求婚不过是个形式，我人不是在这里吗？你就不能可怜可怜他，让他这一次别闹了，行不行？闹。”原来我那些真实的难过，被屡次抛下的失落，于他而言只是闹。察觉到我长久的沉默与异乎寻常的平静，他抿了抿唇，语气不自觉地放软了些，像是一种习惯性的补偿。明天早上我调休，送你去上班吧。握着叉子的手机不可察地顿了一下，一股细腻而绵长的酸涩从心脏最深处漫上来，堵住了喉咙。我喜欢他送我上班。在原世界，父母与我皆因车祸离世或沉睡，方向盘于我而言总与失控和恐惧相连。唯有坐在他身边，看着他开车时专注的侧脸，听着他随口分享医院里的趣闻或烦忧，那段通勤的路程才会变得安稳，甚至值得期待。所以我尤其喜欢林雅慧开车送我，我喜欢看他目视前方的专注侧脸，也喜欢听他随口说起医院里的琐碎。哪个病人康复出院了，哪种新药效果很好，哪个病人康复出院了，哪种新药效果很好，或是又遇到了什么棘手的病例。那些时刻，车厢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温暖茧房，只有我和他的声音。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林雅慧变得很忙，忙着多睡一会儿懒觉，忙着和周明凯去探访新开的有趣的店，忙着在早晨绕路送周明凯去上班，忙的再也没有时间顺路送我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就不再提起让他送我的任何请求，那份曾经自然而然的依赖被我自己悄悄收起，成了不必言说的默契。所以当他再次提出要送我时，我只是轻轻放下手中的银叉，瓷器与桌面碰撞出轻微而清晰的脆响，我的语气平淡的没有一丝波澜。不用了，我已经考到驾照了。林雅慧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，她怔怔地抬起头，目光里充满了难以置信。什么时候考的？怎么没告诉我？什么时候呢？大概就是那次吧。我冒着瓢泼大雨，跑遍半个城市买回她突然想吃的铜锣烧，回来当夜就发起了高烧，吃了2次退烧药，体温却依旧灼烫的像要将我烧穿。窗外暴雨如注，打车软件迟迟无人接单，我烧得昏昏沉沉，抓起手机，想到他今天调休，我一遍遍拨通他的号码，听筒里传来的却只有漫长而冰冷的忙音。第10几通电话自动挂断后，我终于放弃了。后来是邻居帮忙叫的救护车，担架推过急诊室走廊时，恍惚间我透过一间病房敞开的门，看到了周明凯，他正龇牙咧嘴地笑着，脸上却洋溢着一种近乎幸福的痛苦。而林雅慧就坐在床边，皱着眉头，语气是十足的不耐烦。活该，这么大的雨还往外跑，不摔你摔谁？可他的手却正小心翼翼的、无比轻柔地为他检查腿上包扎的伤口，那动作和我记忆里他照顾我时一模一样。或许是因为高烧太难受了吧，眼泪毫无预兆地从眼角滑落，淌进鬓角，又酸又涩。那一刻，我已经明白周明凯对他来说是特别的存在。那次过后，我突然学会了独立，不再依赖他。出院之后，我鼓起勇气去重新考了驾照，手握方向盘驾驶车辆在马路上行驶时，一直不安的那颗心终于落地了。我云淡风轻地回答：那次我发高烧，一直联系不上你之后，就去考了。林雅慧瞳孔微微收缩，嘴唇嗫嚅了几下，却什么也说不出口。她是知道我对驾驶车辆是有心病的，却不知道我从何时起已经克服了心里的恐惧，也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起已经不再依赖他了。我没管他脸上失落的神色，站起身将蛋糕盒子丢进垃圾桶，然后回房间睡觉了。也许是出于愧疚，林雅慧难得下厨，亲手给我做了顿晚餐。见我回来，她将最后一道香辣炒蟹端上了桌，回头朝我温声说：回来了，快坐下来吃饭吧，都是你爱吃的菜。我走到餐桌前坐下，看着面前这一桌子海鲜，顿时觉得身上痒痒的。她剥了一只虾放到我碗里，快吃吧。看着她满怀期待的眼神，我面无表情地说：我不喜欢吃。许慈年。林雅慧猛地放下筷子，皱着眉看向我的眼神充满怒火。求婚只是一个形式而已，而且被求婚的是我都没在意，你有必要这么小气吗？只要我们一起在一起不就好了吗？我都跟你解释了，我答应周明凯只是怕他想不开做傻事，这可是一条人命啊，你还要跟我闹到什么时候？我听着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我的话，内心一片荒凉。片刻后，我才缓过来，平淡地看向他，开口解释道：我一直都有海鲜过敏，是因为你喜欢吃，我才陪你的。林雅慧愣住了，大概才想起来，每次跟他去吃海鲜，我都是负责动手剥给他吃，很少会动筷子。但在此之前，他都没注意到。他有些不自在，磕磕碰碰的开口：那你之前也会吃的？
的。我无奈地说，所以每次吃了之后，我都会马上吃抗过敏药。林雅慧更加愧疚了，不知所措地看着我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那不能吃咱们就不吃了。我是怕你因为求婚的事生气，所以才想着跟你解释的。我平静地说，我知道。我知道，你跟他只是朋友。然后起身给自己炒了蛋炒饭。林雅慧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脸色突然变得就很难看。她盯着我看了很久，似乎觉得我的反应不符合她的预想，却又不好发作。沉默半晌，丢下一句：“你懂得这个道理就行了。”然后起身回了卧室。林雅慧见我这段时间没有像之前那样黏着她，甚至可以一天都不跟她联系，就一连几天的冷着我，等着我主动去服软，去低头哄她。因为之前的每次吵架，每次冷战，都是以我服软而告终。时间长了，她好像也就习惯了，觉得这样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从决定脱离这个世界那天后，她的态度我已经不在意了，甚至为这些她的冷淡而感到轻松。我开始将手上正在很近的工作写成交接文档，为离开做准备。这也算是我留给林雅慧最后一份礼物了。我将这些年的积蓄买了很多衣服、水果，还有保健品，开车送去城南的老人院，那里住着很多没有小孩子的老人家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许久未见的爷爷奶奶们，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些老人家了，心里难免有点难受。这是我跟林雅慧经常来的一家老人院，有空的时候，我们便会一起来到这，看看爷爷奶奶们，听他们说以前的故事。在我难过时，一位乐呵呵的老爷爷走过来，拉着我的手，和蔼可亲地说：“小许啊，你又来了，怎么今天看起来不怎么开心呢？你又来了，怎么今天看起来不怎么开心呢？”爷爷奶奶们也一起围了过来。突然有一位奶奶看了看我身后，好奇地问：“小许啊，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你女朋友冉冉呢？”我刚想开口解释，林雅慧的声音忽然在身后出现：“爷爷奶奶，我去停车了，你们想我了。”我回过头就看到林雅慧手里拎着2袋水果站在那，紧紧地盯着我。将东西都发出去后，爷爷奶奶们留我们下来吃饭。饭桌上，也许是过来人的经验，许多老人家都看出我跟林雅慧之间出了什么事。一位老奶奶拉过林雅慧的手：“冉冉啊，这些年都是小许替你背下了那些压力，你们2个一起经历这么多事，你可要好好对小许啊，别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。”听着老奶奶的话，林雅慧似乎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，看向我的眼神里闪过了愧疚，还有一点不易察觉的心虚。离开前，她握着我的手：“年年，我看到你喜欢的话剧演员今晚有演出，我已经买好票了，一会陪。”话还没说完，手机就响了起来了。她看了眼手机屏幕，神色有些慌张，随后挂了电话。可下一秒，那边又打过来了。林雅慧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接了：“学姐，我玩游戏输了，他们说要是你不过来，我要把桌子上的辣椒都吃掉。”周明凯慌里慌张的声音从听筒传出。林雅慧没有像过去那样立刻答应，她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我，有些纠结。周明凯见林雅慧没有说话，抽泣了2声：“学姐，你忙吧。”与此同时，听筒传来年轻人的起哄声：“吃啊，赶紧吃，愿赌服输。”林雅慧马上急了，朝那边吼道：“你们别逼他，我现在就过来。”她挂断电话后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年年，周明凯那边遇到了事，我去帮他解决一下。”她拉着我的手，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：“我很快就会回来的，不会错过跟你看话剧的。”我不着痕迹地抽回自己的手，淡淡地说：“路上注意安全。”间接性的回心转意，就好像在偌大的沙漠里倒下一桶水，毫无意义。不过我早就对他没有期待了。在2人对望时，林雅慧突然抱了抱我，然后转身走了。晚上10点，话剧结束了，我最喜欢的话剧演员今年最后一场巡回演出也告一段落了。林雅慧没有回来，她今晚大概不会回来了，也许是因为不甘心，或者是今晚没看到演出的愤怒。我的忍耐值突然到达了极限，即使很快可以离开了。我去了他们经常聚餐的饭店，进去以后，我一间一间包厢去找，最后在最大的那个包厢看到了他们。还没进门，我就听到里面传出一阵起哄声，透过门缝，清楚的看到周明凯咬着一点点纸巾，弯腰朝着坐着的林雅慧轻触。而林雅慧愣了一下，在他凑过去的瞬间，主动抬起来跟他一起接吻。我的心仿佛被无数根针反反复复的刺下去，密密麻麻的痛让我无法喘气。在眼泪即将就出来的那一刻，我抬手抹了把脸，直接推开门朝他们又去。进去的瞬间，将在场的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过来。啪！突兀的清脆声突然响起，林雅慧的脸被打得偏向一边，脸上迅速肿了起来。周明凯怒骂了一声，扯着我的胳膊推开我：“许慈年，你发什么神经？怎么打人啊？”我看向他，没有一丝犹豫，抬起脚就将他踹倒在地。周明凯像是被我吓到了，坐在地上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林雅慧发散的眼神这才有些聚焦，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朝我伸出手。年年，听到从他口里喊出这2个字，我快忍不住要吐出来了。拿起桌子上的酒，狠狠地泼在他脸上，看着他头发上、衣服上都滴落着酒，心里的愤怒还是丝毫未减。林雅慧，我们分手吧，我退出这个3人游戏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头我不回地离开了。我是真的累了，不想再跟他玩这个幼稚的游戏了，一切都随便吧。到家后，我随便收拾了点重要物品跟贴身衣物，其他的都不要了，以后也用不上了。打开门的后，林雅慧气喘吁吁地拿着钥匙站在门口，她看到我拎着的行李箱，着急地开口解释：“年年，事情不是你看到那样的，我们只是在玩游戏，就一个游戏而已，你别生气行吗？在玩游戏，就一个游戏而已，你别生气行吗？大家都在玩，我不能不合群不玩吧？你要是不喜欢，我以后不跟他们玩了，好不好？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，仿佛这一切都是我在无理取闹，是我玩不起。以前怎么不知道他是一个这么自我为中心的人呢？你要做什么都跟我没关系了，请让开。我直视他眼睛，冷冷的开口：“许慈年，你们能不能别这么斤斤计较？我都说了这只是一个游戏。”林雅慧的耐心用尽，不耐烦的朝我吼。我冷笑一声，她永远不可能承认自己错了，她永远是对的。爱了这么久的人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里面已经溃烂了，已经开始发臭了。我突然开口：“
林雅慧，如果我跟姜诗鹤这样，你还会说这只是一个游戏吗？林雅慧愣了一下，就想起姜诗鹤是谁。在我没跟林雅慧在一起时，姜诗鹤跟我表过白，拒绝他那天，我请他吃了顿饭，出来后遇到了林雅慧。那时他黑着脸走过来质问我跟姜诗鹤是什么关系。我看着林雅慧的神情慢慢变得慌张，噗的笑出了声。林雅慧，所以只是游戏这句话骗骗你自己就行，但我已经无所谓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我没想到林雅慧会一直纠缠我，她低声下气的承认自己错了，又再三保证以后不会跟周明凯联系了。我不明白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年年已经不爱了，为什么还要纠缠不清？她甚至搬出了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，气得我浑身都疼。她甚至搬出了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，气得我浑身都疼，只好不去搭理她，将她当透明人。林雅慧像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体一样，每天都做好饭菜给我送过来，还变着花样的给我送花送礼物。我们的位置好像颠倒了，变成她不停的给我发信息，给我分享她的日常，给我说腻歪的情话，变成她在家等我回去，不管我多晚回去，都能在酒店门口看到她等待的身影。我无奈的叹了口气，没必要等我，你回去吧。她却红了眼眶，你不在家，我怎么睡得着？听到这熟悉的话，突然想起过去好多的夜晚，我在家等她回来时，也说过同样的话。林雅慧，你也知道等待的滋味不好受是吧？可是你只是等了几天就受不了，而我等了你几年啊！1周后，我想出去旅游，却发现护照漏在了家，没办法，只能回去拿。在我拿完护照正准备离开时，林雅慧回来了。她看到我回去，以为我消气了，就伸手抱住我，踮起脚尖吻过来。我一把推开她，连忙后退几步，她被我推得一时站不稳，摔在了地上。林雅慧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：你闹够了吗？我真的想不明白，我跟周明凯又没有发生什么事，你就一定要跟我分手？我都低声下气地跟你道歉，还跟你保证了没有下一次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她看向我的眼神里是满满的谴责。原来她一直都在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。在她的认知里，只要她没跟周明凯上床都不算出轨，只要她没跟周明凯上床都不算出轨。我觉得有点可笑，就真的笑了出来。见我不说话，她主动走过来，软声道：好了，年年，我们不吵架了好不好？你说过你不喜欢冷战，我们和好吧。我沉默了许久，最后答应了。我提出要求，可以，只要你把周明凯删了，到这个月结束都不联系他，我就不跟你分手。月底就是我回家的时间了，到时候分不分手都不重要了。我在跟系统讨价还价时，有提出疑问，为什么一定要到1个月后才能离开？系统说那天是你的生日。我说不出话。系统牛逼，生日变成忌日。可随后我就想起5年前的生日，林雅慧缠着我，让我一定要许愿，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，到死都不要分开。如今没到死的时候，她就变心了。林雅慧没有丝毫犹豫，当着我的面将周明凯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删除。我也搬回来家住了，甚至为了躲周明凯，她把这1年的假都休了，在家陪我。她开始策划求婚，她说这次由她跟我求婚，保证不会有任何意外，让我再相信她一次。林雅慧把求婚的时间定在了月底，我生日那天。我想大概是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，一切都是注定的。5年前许的愿，今年实现了。求婚那天，我认真的收拾了一下自己，穿上林雅慧最喜欢的那件西装。林雅慧单膝下跪时，看向我的眼里满满的爱意，就像5年前烟火下一般。膝下跪时，看向我的眼里满满的爱意，就像5年前烟火下一般。如果不是昨天周明凯给我发信息，我真的会以为今天会一切顺利。所以当我看到周明凯拿着刀子放在手腕上进来时，我没有一点惊讶。他崩溃的朝林雅慧大吼：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跟他求婚？你就这么爱他吗？你爱我行不行？闭嘴！林雅慧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冷眼看着周明凯。今天我跟年年求婚，我不准有人要破坏他。如果我能感受到他握着我的那只手在细细颤抖，我就真的相信了。林雅慧她在说谎。周明凯苦笑一声，眼里的光仿佛这一瞬间都熄灭了。好，那祝你幸福，我祝你们幸福，只要你想要的，我都会给。他转身，失魂落魄地朝外走去，像是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意思。手中的刀划过手腕，落下几滴血。周明凯，你要干嘛？林雅慧下意识地朝他喊，可周明凯没有回头，决绝地说：去一个没有你的地方。说完就开车离开。周明凯仿佛不受影响，继续面向我开口：年年，你愿意娶？在说出最后一个字时，他忽然收回了戒指，哑着声音对我手：年年，算我对不起你，我是一个医生，做不到看着他去死。林雅慧说完这句话，就准备去追周明凯。我拉住了他的手：如果你这次离开，你就会永远都见不到我。你确定还要抛下我第6次吗？其实我也不懂自己为什么要问一个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。第6次吗？其实我也不懂自己为什么要问一个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。也许是想给在这个世界的我一个结局吧，就算是不好的也行。林雅慧停住了，看向我时，最后那一丝愧疚也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谴责。许慈年，你变了，以前你很善良的，路边的猫猫狗狗你都会救，现在一条人命都比不上一只猫一只狗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说完，他甩开我的手，冲了出去。看着他光速离开的背影，我终于死心了。系统，你上次不是说可以选择死法吗？我想好了，那就死于突发心梗吧。林雅慧是心内科的副主任，不知道当她知道这件事时，她会是什么反应。刚跟系统说完，我就感觉到自己呼吸困难，意识模糊，倒下的瞬间，我听到了周围人的尖叫声，下一秒就彻底失去意识了。我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飘在了医院半空中，看着医护人员在给我的身体做抢救时，我感觉有点新奇。这时，有个医生拿着电话走进来：林主任，现在有一位急性心梗的病人需要做手术，您现在方便回来吗？林雅慧的声音从听筒传出来：抱歉，今天不是我被请，我就没在本市了。我这才发现自己被送来了林雅慧工作的医院。她拒绝的话刚说完，我病床前的监护仪就成了一条直线了。系统对我说：宿主走，我带你看戏去。下一秒我就看到周明凯捧着林雅慧的脸吻了上去。系统在脑海里比我还生气，这个渣女真
真的没救了。捧着林雅慧的脸吻了上去。系统在脑海里比我还生气，这个渣女真的没救了。宿主你再忍忍，我很快就可以带你回家了。他们亲完后，林雅慧让周明凯乖乖等她，然后就回求婚现场找我了。她回去的路上，心里突然有一股巨大的恐慌，就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离她而去。她忍不住猛踩油门，想快点见到我。年年，她车都没停稳，就四处寻找我的身影。现场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收拾东西，她拉着一个工作人员的手，着急地询问我男朋友呢？我男朋友去哪了？有没有看到他？工作人员被吓了一跳，正想说什么时，林雅慧的手机响了，她肉眼可见的松了一口气，立刻接了起来。可下一秒，她就僵住了，因为是医院打来的电话。请问是林雅慧小姐吗？这边是市中心医院。她握着手机的手过度用力，青筋暴露，艰难开口：是我。电话那头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：林小姐，你的朋友许慈年因突发心梗抢救失败去世了，因为他的紧急联系人填的是你，所以请你来处理一下他的身后事。林雅慧盯着工作人员，喃喃自语：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年年身体这么好，怎么会突发心梗？是年年在生气，跟我恶作剧对不对？他刚刚还好好的。工作人员突然朝他呸了一口，再也忍不住的开口：还不是因为你求婚当天丢下自己男朋友别人跑了，他情绪太过于激动，突发心梗死了。为你求婚当天丢下自己男朋友别人跑了，他情绪太过于激动，突发心梗死了。你男朋友遇到你真的三生不幸。林雅慧的身体止不住的颤抖，嘴里不停的念叨着：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她似乎怎么也不肯相信我已经死了。我冷眼的看着这一幕，系统吐槽道：渣女，还有一件事给你受。我跟着林雅慧来到医院的太平间的门口时，跟2个护士擦身而过。听说这个男的今天被女朋友求婚，这么幸福的一天却发生这种事，真可惜。对啊，他送来时还可以抢救的，可心内科的主任在手术上，他们的副主任刚好没在本市，心内的医生刚挂了电话，他就去世了。林雅慧如遭雷击，她想起自己刚刚拒绝的那个病人是我，她那个时候在干嘛？她在跟周明凯接吻，在耐心的安慰周明凯，而为了这些，她拒绝了回来做手术。护士说挂了电话后，病人突然去世了，他是害死年年的凶手，他为了别的男人害死了年年。林雅慧痛苦地坐在了太平间门口，最后抱着膝盖崩溃大哭。里面的医护人员走过来，是死者家。林副主任，你这是来？林雅慧找了好几次才站起来，我来带许慈年回家。医护人员愣了一下，先说了一句节哀，就扶着他进去了。他看着我被白布盖着的身体，手抖得几乎揭不开，直至指甲陷入肉里，他才稳住手腕，掀开盖着我的脸的白布。一瞬间，他泪如雨下，撕心裂肺哭喊着我的名字：年年，年年，你醒一醒，年年，你醒一醒，你不是最怕冷的吗？我们回家好不好？你起来，我们回家，你别不理我。你说过的，生老病死，永不分离，你不能离开我。他哑着嗓子哭，像个犯了错的孩子，一颗又一颗的泪落在我的脸上，我恶心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问系统，你说他是不是有什么双重人格？确实有点像，这是病。得志，我抱着胳膊叹气道：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个世界啊？系统安慰我：快了，等他拿到你的骨灰盒那天就可以回去了。终于等到林雅慧去火化那天，周明凯见他出来，就急忙跟过去：学姐，你终于出来了，你吓死我了，你把自己关在里面不吃不喝，身体会熬坏的。我煮了点东西，你先吃点好不好？我知道许慈年的事让你别难过，可那只是意外，跟你没关系的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听到我的名字，林雅慧终于有反应了，她用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他，突然抬手打翻周明凯手里的保温盒，里面的东西洒了他一身，发疯一样朝周明凯吼：你滚，你不配提他的名字，如果不是你一直逼我，我怎么会丢下年年？年年又怎么会情绪激动而突发心梗？你不是要去死吗？你怎么还不去啊？你去死啊！周明凯听着林雅慧的话，脸色难看，最后红着眼跑了。林雅慧像是被抽掉了全身力气，行尸走肉般的走在路上，拿到骨灰盒的瞬间，外面下起了雨，她抱着骨灰盒在雨中泣不成声：年年，我爱你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爱你啊，你回来吧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我捂着耳朵跑到系统为我打开的通道中，系统，再见了。林雅慧突然止住了哭声，抬头望向天空，可天上什么都没有。回到原世界后，我很快奇迹般苏醒，经过1个月的康复治疗，终于出了院。路过一家彩票店时，网上那句话突然浮现在脑海：离开渣男，顺风又顺水。那我离开渣女呢？是不是也能时来运转？鬼使神差的，我走了进去，随即打了一注号码，等吃饱喝足。刷手机时猛然看到一条热搜：双色球3000万大奖无人认领，我心猛地一跳，慌忙翻出那张彩票核对，每一个数字都精准命中，3000万，真的是3000万！我激动的失声尖叫，几乎要晕过去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再次现身：宿主，这份礼物可还喜欢？他顿了顿，另外，林雅慧自杀了，抱着你的骨灰盒。我立刻叫停，不愿再听，他的死活早就与我无关了。系统轻笑一声说了再见，我也道了谢，手握彩票，所有旧日伤痛仿佛瞬间被这笔巨款抚平。是啊，我终究是个俗人，如今我身体康健，又有财富傍身，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都已攥在手中，以后全是顺顺当当的好日子。